各位 IoT 物联网领域的精英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Alan 徐培修，隶属于 Microsoft Asia IoT Partner Ecosystem 物联网亚洲合作伙伴业务团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 IoT 的活动。我们说到 IoT 物联网，这个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了，它是连接我们在 Intelligent Edge 以及 Intelligent Cloud 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我们迈向数位转型的关键重要推手。物联网呢，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大层面的零售餐饮、生产制造、管理运输，甚至小到我们个人的医疗照护、居家生活等等，这些 IoT 的应用时时刻刻都在你我的身边发生。当然，我们人类的生活也透过了 IoT 物联网的技术，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那想当然尔，这样的成果呢，需要的是各位物联网生态圈的伙伴们相互合作，共同实践，一起来完成它。今天的活动，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微软长期合作的 IoT 物联网优质伙伴 CNEX 联强国际，与我们一起分享 CNEX 联强国际在过去多年来 Windows IoT Device Edge 上的耕耘，以及不断的成长在我们 Cloud Solution Provider 上面的成果，一起把 Cloud Edge 透过 IoT 物联网的技术发扬光大。联强国际今天也邀请了我们的客座嘉宾，包括了有 Intel、ASUS、A-Value、Jector，一起跟大家分享在物联网 IoT Solution 上的成果。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能让各位参与者收获满满，满载而归。谢谢各位参加，我把时间交给接下来的联强的薛总，谢谢。大家好，我是联强国际新 Next 研建事业部薛连人 Rex。今年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Microsoft 及 Intel 两强联手，宣誓加强合作，结合云端服务到边缘运算，共同为世界打造更有影响力、更结合时局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联强国际集团是亚太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资讯通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产品的通路集团，针对高科技产业供应链提供整合型服务。近年来，在亚太地区积极布建物联网解决方案聚合商网络，已在各地获得许多合作伙伴的认同与参与。联强国际长年以来作为 Intel、微软两岸的研器件专业的代理商，凭借着累积深厚的平台开发经验，给予客户最优质的认证服务。同时，联强也将借由物联网方案聚合商网络，进一步协助已通过认证的装置和设备，扩大推广至联强亚太海外市场，开拓全球布局。2017年，联强国际正式获选为 Intel 亚太地区物联网解决方案聚合商，并在2018年成为微软全球6大聚合商之一。今年初，联强更成为微软全球领先 IoT Plug and Play 认证合作伙伴之一，共同协助两岸物联网方案供应商通过 IoT Plug and Play 认证，协助方案无缝接轨微软 Azure IoT 各式云服务。作为全球通路领导者，身兼研器件及3C 产品通路的多元性及特殊性，联强国际扮演着有效协助制造商、系统整合商和终端用户的跨界角色，将客制化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转化为标准的商业产品。当全世界都在追求加速物联网解决方案的部件的历程中，联强国际扮演着的角色已不再是单纯的通路商，携手 Microsoft 及 Intel， 我们是新领域、新应用、新技术的传道者。结合通路伙伴，聆听市场需求，打造符合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我们是推动数位转型的力行者，在物联网的生态圈中，专业担任着桥梁的角色，提供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服务。这不仅是我们的期许，更是我们的责任。嗨，大家好，
我是 Intel 的 Michael 林，目前在美国负责全球 IoT ecosystem 的一个 Partner Solution Scale。IoT 的市场是一个很碎片化的模式，随着各产业在数位转型的推动，以及5G、AI 技术的一个成熟所带来的一些爆炸性的应用，这些都增加了在云端跟边缘计算上各式各样的一些需求，同时也让整个物联网的生态链呢变得更庞大，也更复杂。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如何能够让这个 IoT ecosystem 里面提供更有效率的模式，去做一些点对点的串接，甚至提供一些完整的 Edge to Cloud IoT 的 solution，去更精准、更快速的解决终端用户的一些痛点，这很有可能就是在市场上输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Intel 在物联网的市场已经深耕非常多年的时间，除了持续在 IoT 以及 Data Center 提供效能最好的硬体平台跟产品之外，同时在针对整个 IoT ecosystem 的布局，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以及针对各种不同种类的 partner 所对应的一些合作策略。这其中包括了提供针对各个行业已经商转的整体解决方案 Intel Market Ready Solutions， 以及针对各种不同 use case 的需求所定义出来的开发套件 Intel RFP Ready Kits， 还有最关键的是一个能够串联整个 ecosystem 上下游伙伴的一个渠道，也就是 Intel 的 IoT Solution Aggregator。Intel IoT Solution Aggregator 或是 Intel 物联网聚合商，就是扮演这样子的一个 Scale Channel 的角色。他们能够提供下游 SI 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 solution 以及 ingredients， 或者是 ISV 所需要的一些硬体的设备，并且呢，提供完整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碎片化的一个产业跟市场上，做到最全面的一个 support 跟 scale。我们很荣幸能够跟联强国际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成为 Intel 在台湾及亚洲一个很重要的 IoT Solution Aggregator。其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联强国际在整个亚洲强大的通路，把微软、Intel 的一些产品跟相关的 IoT Solution，能够快速的带到下游的 SI 以及终端用户的手上，并且加速物联网应用的一个落地。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次微软、联强国际跟英特尔三方的合作，带出更多的产品、更完整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进而在整个产业在进行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个过程当中，创造出更多全新的价值。各位大家好，我是华硕物联网事业部的赵国维。面对智慧物联网时代来临，为实现设备智慧化升级，将提升所需要的终端运算处理能力的产业成长需求，华硕智慧物联网事业群于2019年正式成立，提供垂直领域如智能工厂自动化、智慧零售、医疗与交通的产业客制化解决方案与服务，携手设备商、云端服务商、AI 应用伙伴及产业的经销商等，结合软硬体和加速落地，致力于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嵌入式解决方案供应商。在品牌愿景上，继承了华硕中心思想 In Search of Incredible， 追寻无与伦比。在华硕专精的硬体开发能力的根基上，延续发展3大主轴 ：Edge Device 研发设计，结合云端各类型的应用，结合市场最尖端的技术，例如5G、Edge AI 等，期望成为 IoT 生态圈中各方信赖的一站式合作开发伙伴。为了更有效并循序渐进地达到这个重大的目标，我们将致力完善跟基于各类应用需求所需要的 building blocks， 以满足各类型工业应用上的客制化需求，快速对应各产业应用方案，包含硬体的设备以及衍生出的软体服务。目前在硬体技术的开发方面，产品线非常的多元，包括各类型的工业电脑、工控周边、工控主板以及 AI 加速卡 Cloud AI 的开发套件。以上产品类别均采用 Intel 的技术和平台，例如 vPro、Unite、OpenVINO 以及 Movidius 等相关的硬体。在软体上 ，ASUS IoT 累积多年与 Azure 的合作经验，我们不只使用 Azure 云端平台，也整合各种 Edge IoT 装置的资源，
发展出 ASUS IoT 的软体服务，包含在远端装置管理上提出完整的云服务方案，也协助客户加速场域 AI 自动化的建制，精简 POC 流程，深度结合 ASUS 硬体的优势以及云服务的弹性，期望能透过这种强的结合，持续发展更具竞争力的完整解决方案。Edge AI 亦是我们发展的产品重点之一。在硬体方面，我们今年3月与微软共同推出了 Azure Percept DK， 此开发套件包含整合了 Intel Mobility 的摄像机模组，搭配微软 Azure Percept Studio， 使用者以 Low-Code 甚至 No-Code 的方式开始入门体验微软的 AI 服务，只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便能够针对垂直场域做出 POC， 大幅简化了 Edge AI Solution 的开发过程。POC 完成后的落地，使用者可依照所需要的效能选择华硕的 PE 系列。PE 系列是针对 IoT 场域所设计的一系列的 Edge Computer。PE 200作为 Edge 的 Aggregator， 其功能在 Edge 端整合透过 Gateway 收集的资料，以作为更有效率的使用。高阶的 Edge Server PE 400D 配有高效能的 Xeon CPU 运算能力，亦可搭配各种 AI 加速卡，作为复杂场域中高性能的运算中心。除了规划硬体 Edge AI 之外，华硕也针对各种应用领域推出一连串的软体产品服务，例如目前推出的装置管理平台 AICC 以及人流分析方案就是其中之一。ASUS IoT Cloud Console AICC 是一个基于 Azure 上开发的远端管理平台，可以管理、收集、分析从不同 OS 上的各类的终端设备收集到的大数据。用户界面直观且有数据的加密技术，能及时分析各种智能技术领域的综合讯息，例如运输、零售以及农业，以有效率的方式帮助使用者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最佳的决策，以专注商机。针对零售场域所设计的 People Counting 人流分析系统，能侦测进入商店的访客数量，并将数据汇总到后端的平台中，测量客流量，并识别进入商店单位购买的访客，从而从促销的活动之前、期间以及之后衡量出总体访客的数量。整体而言，帮助零售业者提高销售的转化率，并可衡量销售活动的营销效果。AIoT 的场域多元而且发散，华硕会持续基于数据可视化、管理精致化、有效的预测性以及产业升级趋势等4个产业目标加速推进，希望能够借此延伸出更多的应用触角，在各个垂直领域与国内外业者合作串联开发，打造出符合不同市场应用需求的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同完善 AIoT 共生的生态圈平台。大家好，我是安勤科技的产品部协理Jason Liu，很高兴今天应微软、Intel、联想的邀请，来到这边与大家分享安勤科技基于 Intel 及 Microsoft Azure 的物联网最新的解决方案。在进入解决方案的介绍之前，我想很快的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安勤科技的一些背景及资讯。安勤科技创立于西元2000年，我们是一家以研发、制造工业电脑为主的公司。总公司是在台湾台北，并且我们在中国、美国、日本都有分公司。客户也遍及世界各地，而我们主要的应用为制造业、医疗、零售、博弈及交通各种产业等等。同时，我们也是 Intel 及微软的长期合作伙伴，一同共同致力于物联网的科技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主题是安勤科技基于 AI 物体辨识的一个结账系统，我们叫做Reality Air。当初我们会开发这套解决方案，主要是我们有一些零售的客户，像是 POS 的 SI 或是 ISV，他们的终端客户呢有各种不同的业态或各种不同的零售商。然后大部分的这些零售商呢，他们的结账系统都可以使用这个所谓我们叫做 barcode 来做物品的扫描或是价格的扫描及一些物品的管理。可是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零售商，因为业态跟业种的需求没有办法去使用到这些 barcode， 所以在这个结账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必须用这个结账员或是人工的方式来记忆所有物品的价格。所以在这样子的结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有很多问题。举例来说，我们以在台湾来看，
最常看到说在亚洲这边最常看到就是面包店这种的业态。基本上因为大家如果有一些经验的话，如果你们去面包店，大部分的面包店这些业者为了让面包看起来是好看的，然后吸引客户的，他们通常在面包出炉的时候不会把面包包装起来。可是你想想看，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使用塑胶袋，那业主要怎么样把barcode是贴在面包上，或者是印在面包上？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可能就不太卫生了。所以如果你回想过去，你去这些面包店去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大部分他还是使用人工的记账的记忆的方式来做结账。所以一般的流程就是你拿面包过去结账，然后这些结账的店员呢，他可能用计算机来计算每一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最后再把这个总额打到这个 POS 机里面去，然后给你发票。所以实际上这样的流程并没有做到所谓真正的数位化，即便他们有一台这个很现代化的 POS 机，可是这个整个结账过程并不是真正的数位化。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些实际上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有试着就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安晴的这个 AI 的解决方案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呢？特别是在这个结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以刚提到这个面包店为例子。举例说，像是我们在跟很多这些亚洲，不管是台湾的是东南亚，还有一些日本的客户谈过之后呢，我们发现今天就是说这些面包店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结错账。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你去面包店，通常他们的品项大概会有100个上下左右，可是要用人工去记账、去记忆这些所有的面包的价格，其实是不容易的，而且有些产品其实它是很相似的，但是可能因为这样子会有产生一个价格的差异，所以通常在这种状况底下呢，就是说结错账，那就会有跟客户会有争议，那客户就会对你们的这家的店的印象不好，就说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结账的这个时间过长，所以这个通常你会看到就是说这个排队的人潮是很长的，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店，它通常就是说特别是在一些尖峰的时间，你会看到很长的排队人龙，就是说而且通常一般面包的店面不是太大，最多它可能就是2个结账的柜台，所以通常如果你看到人很多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想要去买了，所以这个也是对就是对我们的这些客户造成一些困扰，就是说这个排队的人潮太长了，或者说这个结账的时间太长了，我没有办法用一些科技来减短这些时间，也是他们的另外一个问题。甚至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在台湾一些面包店，你下次如果去面包店，你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在 POS 机上贴满了各种贴纸，就是提示他们某个产品、某个面包是多少钱，某个面包是多少钱。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结账的流程，包括说他们结账，然后这个店员还要再帮你包装起来，所以整个时间是非常的浪费这个时间去等待的，所以通常会造成这个人龙。排队的人龙，所以这个也是他们想要去透过一些科技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日本这边的客户呢，也有就是跟我们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针对日本，因为日本目前最缺乏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就是说一般的年轻人啊，或是这些日本的国民，他们其实不喜欢这种属于做这种类似有点劳力性的密集的这些工作，所以你到现在如果有机会到日本去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会引进非常多的这些外籍劳工来做这些事，包括说像是在便利商店，像在餐厅做服务员等等，所以就会有很多这种外籍劳工。但是这些外籍劳工除了就是说他们本身在语言还是有一些隔阂啦，就是还是有一些 gap，所以再加上刚刚讲的说，在日本的面包店一般的品项又更多了，可能甚至高达到200个，所以对这些员工，你要去训练他们去记住所有的这些面包、这些物品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
根据我们的这些访谈，就是说面包店这些实际的客户，就是店主的这些业主来告诉我们说，通常他们训练一个员工去记住很熟练的做这个结账动作，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万一这个员工的流动率过大的话，其实对店家来讲非常非常困扰，因为这个可能再新找一个人进来，又要再等3个月才能够上手，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面包店因为刚刚讲的嘛，它没有办法依照品项去在 POS 机 key 进去这一个品项的价格跟销售的数量等等，所以这也是对他们来讲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收集到所有的这些准确的销售数据。那现在特别又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使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来做一些分析以后对他们以后的这些不管是在库存管理或者一些行销活动都能够透过这样的大数据分析来有比较好的帮助所以我们的安全的 AI 的这一个结账系统 Renity Air 基本上就是能够一一的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是透过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这一个AI 的这些功能我们透过 Microsoft 我们在这个 Azure 上所谓做这个人工智慧的学习跟建模，那再加上 Intel 这个我们端点的这个电脑，它这个高效能的 CPU，所以我们可以整个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1秒钟就能够辨识出这个物件，所以基本上只要把面包放上去，1秒内我们就可以辨识出来所以这个可以大大的缩短这个结账的时间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减少客户等待的时间，让这个排队的人潮能够尽量的缩短。那也因为这一个很高效能的这个人工的智慧跟这个辨识的能力，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解决方案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辨识率所以加上我们也把这个所有的操作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4个步骤就是把面包放在底下扫描，然后它会自动的带入这个 POS 系统，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基本上这些员工在10分钟呢就会学会这样的操作所以他也不用花这个3个月去训练这个员工，大概10分钟到半个小时，他就可以很熟悉这样的系统然后员工也不用特别去记住这个200个这个品项的价格等等所以这个可以缩短整个员工训练的这个学习曲线同时间呢，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数据的分析，透过我们这个 AI 辨识，我们可以辨识每一个物品，同时透过 API 跟这个 POS 机结合，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销售数据都能够透过 POS 这边去做一个记录，然后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让他们在未来的不管是在行销或是在库存管理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报表来做分析。然而这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就是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个解决方案的架构，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刚刚讲的这些效果，1秒钟能够辨识出物体，其实真的就是要透过 Intel 这个高效能的这个 Core i 的 CPU， 还要透过这个 Microsoft Azure 上它各式各样的模组，而实际上这些模组呢，对我们在开发上有很大的帮助。实际上这样的需求就是说透过物件辨识去做结账这样的系统的概念，其实在零售业其实很早就存在，过往几年就有客户在提这样的概念。可是过往呢，可能因为技术上的限制，所以造成就是辨识的速度其实不是那么快，然后正确率可能也不是那么高甚至有些解决方案需要用到非常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够去建制所以在过往呢，这样的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客户能够接受的这个甜蜜点所以你也不会就是说也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的能够普及到这些零售业所以如今你看到是说透过我们现在这个解决方案，不管是透过这个 Intel 的这个 Core i 这个 H 端点的高效能的处理，然后我们也使用了包括说 Microsoft Azure 这个Connective 的 Service 里面的 Custom Vision， 然后用的这些 IoT Hub 的这些功能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行开发的一个 API 软体，让客户就是特别是在 SI 或 ISV 这边能够非常无缝的接轨
让他们能够使用我们这一个模组，使用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就能够很快的接上他们的 POS 机，然后使用这样子的 AI 的物体的辨识，去达到去解决这些目前客户遇到的这些痛点。然后我们也相信呢，像类似这样子的 AI 的这些解决方案，未来会在零售业，不管是在零售业，或是在餐饮业，会越来越多客户来导入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您对这个解决方案有兴趣，或是有任何的这个进一步的问题，也欢迎你与我联络。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捷可达数位的总经理翁如玉，很高兴受微软、Intel 以及联强的邀请，来分享捷可达 AIoT 在智慧教室的运用。首先跟大家介绍捷可达。捷可达是友达集团的一份子，母公司达勤是友达100%投资的子公司，具备 LCD 显示面板各种运用技术。捷可达具备完整行销通路与推广体系，提供各种显示整合方案。捷可达的产品依场域应用功能导向，我们可分为智慧显示、远距视讯、环境控制、即时分享、收纳管理、同步播放、学习分析、云端管理及价值整合等9大基础。以产品的代表来说，就是大尺寸触控显示器、视讯摄影机、数位多功能讲桌、实物提示机、载具充电车、数位公播系统、学习历程分析系统、整合应用管理系统，以及一条龙与具弹性的客制化服务。目前应用的场域以教育、商务、公共显示、控制中心4大面向来发展。以上的产品都具备 AIoT 扩充功能，不但能发挥单机基本功能，透过程式或 App， 更能在场域中大量收集使用数据。其中捷可达触控显示器是教学大平板，更是显示屏的电子白板，有了它等于拥有智慧教室的核心，也是未来多功能运用的基础。在智慧教室的课堂中，触控屏的重要特性，具高度稳定性以及流畅书写的电子白板功能，例如可以触控、书写、标注、提供素材库、萤幕截取、录制、无线画板等模拟教学使用的特殊功能。结合网络可以串联载具装置，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情境与资源，让课堂发挥更大的效益。提供课堂多屏即时广播功能，可远端开启自动播放，设定播放群组，并于播放后自动关机等功能。直录播互动课堂，在疫情前，对于视讯、直播、录播、导播的设备，我们在教学现场就已经有丰富的建制经验。在疫情后，直录播的需求大增，捷可达也以完整的方案提供给教学现场，例如校园演播室的建制。IoT 数据分析即时回馈，以 Windows 系统为核心，跨平台立即收集学生学习成效，并具备落点分析等报表。在智慧教室中，学生不再只是被动的举手回答，透过平板即问即答、抢答等功能，学生只要在平板上点选，就可以针对老师的问题回答，并且及时产生统计数据，方便老师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增进教学效率。是器材更像人才的数位多功能讲桌，是捷可达智慧教室里最早的 IoT 产品，整合教室里的所有设备，环境控制的最佳代表，可以整合刷卡、开机、冷气、空调、远距视讯、电脑主机等智慧教室内您所想到的设备，都可以在数位讲桌中控制或透过远端操控管理设备。简单的来说，使用者可以设定每天早上7点一到，自动就把电脑
跟影音光设备打开，结合课表系统，老师来上课刷卡开机。课堂中也能够设定使用情境的模组，如果室外的空气太糟，就开启空气清净机。温度的感应器测到温度高于28度，就把空调打开。下课后，窗户的感应器被触发，就传送通知到警卫室或所设定的手机。从数位多功能讲桌为基础概念，即可看见未来智慧教室以 AIoT 为趋势的变革。以目前我们建制的智慧教室解决方案为例，基本能做到一键开启教室内所有的设备，以及远端控制、使用数据收集、自动更新程式、无线投影管理、设备使用状态观看、有声无声分组、影音推播、强制广播等功能，并可以结合门禁警报系统、二氧化碳侦测、PM2.5 空气品质侦测，以及使用人脸辨识、智慧手环或学生卡进行点名等等。在收集使用数据后，再搭配课表或其他的元素，可以进行数据的分析，甚至结合 AI 技术，能够辨识老师平均上课时板书书写的时间或授课时间。杰可达运用多元资讯科技辅助老师教学，让知识的传递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运用 AI、IoT 与5G 等技术，将使用空间更人性化、更智慧化运用，具备自动化空间管理、内联网设备、显示屏影像相互传输与广播、远端设备操作与智能排程启动、派送等功能，智慧学习的新模式及在线或线下混合式教学，都是 COVID-19 疫情后大家所重视的。希望杰可达能为您带来新常态所需的智慧空间管理。谢谢。